一切如叶晨推测那般，自己体内的神秘事物正在与自己做着一笔无声的交易。当他拿走自己体内90%灵气之后，他便将新的手印逐一展示在苍穹之上，而这一次所展示的依旧是16道手印，只是比昨日的16道手印更加复杂。叶晨将所有手印记下之后，便尝试着将手印完整打出，只是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待整套手印完整运转之后，体内灵气并未有任何变化。一旁的云如歌和宋如玉没有他的动作快，也没他娴熟，在晚了1分多钟之后才陆续完成手印，而他们的感受也是一样，灵气不增不减，不曾有任何变化。林婉儿关切询问，在得知新的手印无效之后，也不禁陷入沉思。倒是叶晨忽然恍惚，开口道：或许今日的16道手印与昨日那16道手印同属一个部分也说不定。言罢，他立刻对云如歌和宋如玉说，试着把昨天的手印与今天的手印连起来运转一遍。两人闻言也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便纷纷入定，逐一运转那晦涩的佛门手印。叶晨最先将32道手印全部完成，紧接着识海之中便自四面八方汇入涓流一般的灵气，相较昨日至少强了3、4倍也不止，这让叶晨顿时欣喜不已。昨日16道手印，今日32道手印，虽然每一次运转周期时长增加了1倍，但灵气至少增加3、4倍，两者相抵，那就意味着32道手印的整体修炼效率要比之前提升1倍有余，一下提升1倍多，绝对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当然，由于基数本就微乎其微，所以即便效率提高1倍，灵气的获取速度依旧很慢，但这让叶晨看到了巨大的希望。若是这套手印还有后续，若是后面再叠加16道手印，甚至是36、72道手印，说不定效率会提高10倍，甚至数十倍。若真是那样，灵气补充的速度就相当可观了，自己也不用全靠丹药硬抗，几天就能补足体内灵气。到那时候，一切都将进入一番全新的天地。片刻之后，云如歌和宋如玉也都睁开眼来，两人相较昨日更是激动到泪流满面，他们都明确感受到了效率的巨大提升。这样的修炼速度，要远比他们以前很久才能从吴飞燕那里得到一颗小培元丹的效率高得多。以往，他们1、2年能得到一颗小培元丹就已经谢天谢地，但按照现在32道手印的效率，1、2个月的时间内就能得到同样的灵气。林婉儿见三人都带着情不自禁的喜色，便知道叶晨的尝试有了效果，心中也是格外欣慰。在得知32道手印的效率整体提高了1倍有余，他惊喜的同时也不禁发出感叹，奴家刚才观察，公子与云小姐、宋小姐打出32道手印的速度各不相同，想来若是能够将手印烂熟于心，手速也进一步提升，那修炼的效率还会继续增长。叶晨忽然被他提醒，兴奋地说，林小姐说的没错，佛门手印晦涩难懂，即便是照葫芦画瓢也并非易事，我运转一次至少也要90秒钟上下，但凡事都逃不过一个定律，也就是卖油翁所说的为手熟耳。若真是让手熟悉每一道手印，速度提升1倍也未尝不可能。言罢，他不禁感叹，我小的时候，母亲教我弹过几年钢琴，那时候无论弹奏什么乐器，人们都喜欢用自己最快的速度来演奏一首名叫《野蜂飞舞》的曲子。我年幼时磕磕绊绊地弹完整首曲子，至少需要5、6分钟时间，但顶尖大师的手速能在1分钟内就完成整首演奏，这其中速度就差出7、8倍。佛门手印就如同一首曲谱，弹得快慢除了天赋之外，勤加练习也非常重要。林婉儿点点头，奴家也是这个意思。公子现如今每日都要付出大量灵气来换取手印，为了补充灵气，要不断服用珍贵的丹药，长此以往，丹药很快就会告罄，继而导致炼丹的药材告罄。丹药这种极其珍贵的东西，
还是应该留在关键时刻起关键作用，而不是浪费在平日的修炼上。若是能够通过手印来补充灵气，那就再合适不过了。叶晨赞同地说，是这个道理。不过我打算再跟他做一次交易，看看是否还有新的手印，如果有，整体对修炼效率的提升有多大？如果提升依旧是翻倍的，那投入些丹药也值得。要是提升速度没那么快，就先缓一缓，回去闭关再来，不然我这丹药也属实要扛不住了。目前叶晨的培元丹所剩只有10颗，而炼制培元丹的原材料已经告罄。虽然林婉儿吩咐了老张帮忙寻找，但原材料也并非有钱就能办到，还讲究一个机遇和缘分。所以在原材料没有解决之前，叶晨打算给自己保底留5颗丹药，用来应对不时之需。所以他能够拿来跟体内神秘事物做交易的丹药，也就只剩下5颗。清晨回到别墅，叶晨便与云如歌、宋如玉开始了闭关。这次闭关，3人的主要精力都在如何能够将那36道手印施展得更加娴熟。只是36道手印，大脑记清楚都没那么容易，施展出来时还需要大脑预先思考，所以效率提升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像一首高难度的钢琴曲，一定要练出强大的肌肉记忆，速度才有可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和突破。而这个肌肉记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参考那些钢琴家，可能要10几年的刻苦练习才能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一直闭关到傍晚时分，叶晨的闹钟响起。他睁开眼时，云如歌和宋如玉也都因闹钟的声音而从入定中恢复过来。叶晨交代2人准备出门，随后便先一步推门出来。客厅里，林婉儿正和海伦娜相谈甚欢。海伦娜原本对林婉儿还是有几分提防心以及竞争意识，可与林婉儿聊多了之后，她发现这个小姑娘身上的人格魅力简直超越自己的认知，智商情商都高的惊人也就算了，关键知识面还广得可怕。所以叶晨3人闭关的时候，她就拉着林婉儿聊天，聊着聊着就聊成闺蜜了。见叶晨出来，林婉儿赶紧上前，微微欠身之后开口说，公子，奴家查阅了一些古典资料，再结合奴家以前的一些所见所闻，对公子这2天修炼的手印有了一个大概的判断。叶晨惊喜道，林小姐快说来听听。林婉儿道，如果奴家没有猜错，那神秘事物通过极光传授给公子的手印，应该是真正的佛门大日如来手印，也叫毗卢印。大日如来手印？叶晨问，这是什么来头？林婉儿解释道，现如今的大日如来手印与真正的大日如来手印已经完全不同了。真正的大日如来手印是毗卢遮那佛的入定印，是真正具备法力的手印。换句话说，这就是佛门修炼的手印。不过后来这种具备法力的手印就逐渐失传了，流传下来的手印就成了佛门的一种仪式。叶晨不懂宗教，于是便虚心请教，林小姐刚才说的毗卢遮那佛是哪位佛门大师？林婉儿微笑着说，毗卢遮那佛就是大日如来佛，也就是释迦牟尼。不过他们之间也不是绝对的等号关系，可以理解为释迦牟尼是佛祖为了适应凡人尘世所展现出来的一个阴身。佛有3身，分别是法身、阴身与报身。佛祖的法身就是毗卢遮那佛。叶晨感叹，佛门、道门虽说思想、宗旨有所不同，可在修炼意图上竟是殊途同归。看来修炼成圣的传说并非神话，当年的那些先贤说不定真的开辟出了自己的极乐净土，只是没想到我竟然有此殊荣，学习到真正的佛门秘法，实在是荣幸之至。林婉儿点点头，虔诚地说，奴家自幼笃信佛门，却也不曾有公子这般殊胜，想来公子才是真正有佛缘的人。云如歌和宋如玉听闻这些，已然激动得泪流满面。自从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手印，他们的情绪就变得极其脆弱敏感，
动不动就会流泪。原本就已经为叶晨送给两人的机缘而感激无比，现在得知这机缘有可能还是无比珍贵的大日如来手印，两人更是感激至极，究其一生也不曾想过自己能有这等造化，而这一切全都仰仗叶晨。于是两人手牵手，再次双膝跪于叶晨面前，泣不成声。叶晨有些头大，这两人真的是跪上瘾了，动不动就要跪一跪，实在有些招架不住。于是他连忙上前将两人搀起，却不料两人根本没有借势起身的意思，双腿依旧90度弯曲。而云如歌则开口哽咽道：“叶先生有所不知，如歌自悟道之日起，便如同无根的浮萍，修行的乞丐想得一篇功法，一颗丹药都难如登天，甚至不得已只能在吴飞燕身边卑躬屈膝，为虎作伥，替他坏事做尽，也才勉强得到几分修炼资源。可自从认识叶先生至今，如歌还不曾为公子尽微薄之力，就已经连续得到公子赐予的各种天大机缘。如歌心中的感激之情，实在无法用言语概括描述，唯有一句：此生只愿有朝一日能为先生抛头颅，洒热血，以死相报先生恩情。